古天君内心冷笑，在前头也不回。很快的，三人就出现在了圣皇城的皇宫外。刚一靠近，一股惊人的威压就从这皇宫本身爆发出来，形成的冲击顿时就将白小纯与巨鬼王阻挡。这冲击没有杀伤力，但其内透出的恐怖气息，仿佛可以将白小纯一瞬碾压般。白小纯神色一变，他立刻就在这气息内感受到了一股如同寒门老祖般的气灵之感。世界之宝白小纯脚步一顿，此刻那气息扑面，更有带着威严的神识，刹那扫过，似确认了白小纯与巨鬼王的身份后，这神识才散去，阻力也随之消失。仅仅是这阻力的闪瞬即逝，就让巨鬼王全身汗流浃背，在这威压下喘息粗重。而随着二人走入皇宫大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赫然是一条如同山脊般的台阶。这台阶近万，最上方就是这磅礴的皇宫正殿所在。能看到那里有不少人背对着二人站在两侧，而他们直面的方向，白小纯看不到的地方，有一股浩瀚的气息，超越神，好似众生之主。圣皇不对，是称皇。白小纯呼吸一促，心底紧张中暗自念叨了几句后，这紧张的感觉也都散去了不少，这才定住心神，向着台阶走去。巨鬼王额头冒汗，他没有白小纯的修为，也没有白小纯的那个办法来缓解压力，可他毕竟是巨鬼王，曾经的蛮荒四大天王之一，虽因修为的压迫使得汗水流下，可随着几次呼吸，他很快的就调整了心态。与白小纯一起踏上台阶，二人一路走去，眼前的皇宫正殿越发的显露出来，而那两侧背对着他们的修士身影也都慢慢增多，直至二人踏上最后一个台阶，真正的站在了皇殿前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台阶上存在了一处巨大的广场，广场的尽头有9根巨大的柱子，每一个柱子上都雕刻着龙凤，那一条条龙凤栩栩如生，好似真正存在。而这9根柱子的中心放着一口巨大的青色的鼎，有阵阵青烟从鼎内升空，融入云层中。广场的两侧站着数千人，一动不动，恭敬地看向在这广场的尽头存在的那座浩瀚的大殿。大殿门前有2个白发老者，佝偻着身体，双手互插衣袖内，对着殿内低头，以表恭敬。而这被所有人目光凝望的大殿内，只有一个人，并非穿着地袍，而是随意的一套青衫，坐在殿中的大椅上，手中拿着一卷古籍，正低头在看。此人中年模样，相貌俊朗，带着温和，似若一笑，必定如春风拂来，让人沉醉在那亲切里，愿意肝脑涂地。四周安静，仿佛他若不开口，此地众人没有人敢提前说话。在这寂静中，就连古天君也都只是一拜后，站在了右侧人群的首位，低头不语。整个大殿一片寂静中，只有白小纯与巨鬼王站在正中间，可却没有人去看他们一眼，都在等待那青衫中年人的抬头。真能卖弄。在这沉默中，在这压抑下，白小纯心跳加速，可他觉得自己不能怂，在心底安慰自己的同时，也有些酸酸的，实在是这圣皇的姿态摆得让他觉得太过耀眼。好在这圣皇没有让人等太久，似察觉到了白小纯的到来，他目光从手中的古卷中移开，落在了广场上白小纯的身上时，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笑容一出，好似百花齐放，春风散开，整个皇宫一下子都明亮起来，就连四周的云雾也都一瞬间如翩翩起舞。雀跃中扩散的同时，莲花似乎也都更为盛开，香气袭人中，那天池水内的龙鱼也都游走得更为欢快。白道友，本皇对你闻名已久啊！圣皇声音在那笑容里回荡，温和无比，透出亲切的同时，他的目中更是露出让人无法去怀疑的真诚。白小纯屏息凝神，脑海浮现自己当初在蛮荒看到葵黄石的画面，立刻上前几步，向着圣皇抱拳深深一拜，大声开口：通天世界之修白小纯，拜见圣皇。感谢圣皇仁恩，使得我通天世界之人在圣皇领土内得以保全的同时，更能适应永恒世界的天地。白某无以为报，所幸与巨鬼道友去了一趟邪皇朝，本打算将那邪皇抓来欲送给圣皇，可惜白某对永恒仙域不熟悉，没有找到机会，最后只能顺手抓了一位天尊。礼物虽轻，但情意非凡，还请圣皇莫要嫌弃。白小纯叹了口气，脸上满是遗憾之意，似乎对于那邪皇的好运颇为感慨。白小纯话语一出，那原本带着笑容的圣皇笑容都僵了一下，显然是他哪怕贵为皇者，也都被白小纯这话语弄得愣了一下。他都如此，更不用说广场两侧的数千权贵了，这些人一个个都忍不住看向白小纯，神色古怪中更有鄙视，甚至还有不少都露出了强烈的警惕。实在是他们见过无耻的，身为圣皇朝的人，道貌岸然本就是一种做人的本能，可如白小纯这样当着圣皇的面眼都不眨一下的吹嘘，尤其是居然敢吹破了天这种本事，他们还真的从没见过。他要去抓邪皇，因为不熟悉路，所以没找到邪皇，太无耻了。吹嘘没事，但吹嘘的这般没有边际，就是他的不对了。巨鬼王眨了眨眼，原本还是有些紧张的他，听着白小纯的声音，又看着白小纯那遗憾的表情，
他忽然不紧张了，脸上露出莫名的轻松之意，又看了看四周的众人。巨鬼王因引进有了种错觉，似乎这里不是永恒大陆，而是蛮荒的葵黄城。想来不久之后，整个永恒仙域都会知道这家伙的无耻以及祸害能力吧。看着四周众人的表情，也注意到了圣皇的僵笑后，白小纯心底顿时有些得意。在他看来，之前的气氛太过被动了，只有自己掌握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才可在这场交换里换来更大的筹码。正在他琢磨着接下来要如何开口时，突然的，在他左侧的那上千修士中，于人群后突然传出了让白小纯觉得熟悉的尖锐声音：“白小纯，这里是圣皇宫，休要满口胡言！”声音一出，从人群内走出一人，向着圣皇抱拳一拜：“圣皇陛下！”从白小纯此人之前的话语里，陈罗列出了300条大罪，可最大的就是他欺君，还请重罚这白小纯，惩治此人的欺君之罪。刘勇，白小纯一愣，看去时认出了说话之人后，他眼珠子都睁得老大。此地之人众多，他之前没仔细去看，如今看着眼前这个当初在蛮荒时给自己罗列了100大罪的刘天侯，白小纯懵了。刘天后看都不看白小纯一眼，此刻内心振奋得意，他运气好，传送到的地方正是这圣皇城内，可以说是第一个投效者，更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毫无隐瞒的都告诉了圣皇，换来了如今官职。哪怕官职不是很大，可他依旧满足。如今在这里看到了当初逼得自己不得不去守长城，此后更是心惊肉跳，日日夜夜不安，担心被报复的白小纯，自然要狠狠地捅上一刀，完成当年未完的大业。君子报仇，1000年都不晚。白小纯，在蛮荒我没弄过你，在这里我要让你好看，我要搜罗你1000条大罪。第1056集，通天宫。白小纯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到这位奇葩的刘天后。要知道当初此人给他的印象，可是说是极为深刻。那100条大罪，此刻回忆起来，似还能在脑海浮现出对方当年在大天师面前慷慨激昂的陈词。后来因自己逆转局势，这刘天侯听说是跑去了长城，不敢回来。再后来长城崩了，白小纯这里也就忘了此事。直至今天，对方居然出现在了这里，一跳出来就是300条大罪。当年我被大天师调出葵黄城，没顾得上找此人麻烦，这家伙什么命啊？长城崩了，他都没死，这也就罢了。世界崩了，他竟比张大胖混得还好，竟在这圣皇里有了官职。尤其是他居然变瘦了，更是容光焕发，满面春风，气宇轩昂，看起来似乎还很俊朗。白小纯瞪着眼前这个精神抖擞的刘天侯，内心很是嫉妒。他觉得这家伙不但命好，在这圣皇城也一定生活得很好。眼看白小纯的表情，又注意到四周那些大人物目中深处的赞赏，刘天侯更为得意，正准备将那300条大罪都说一遍，使得圣皇对自己多多注意时，白小纯那边袖子一甩，顿时从他储物袋内公孙婉以及那几个半神被白小纯放了出来。圣皇，这就是白某送出的礼物。白小纯知道自己在嘴皮子上说不过随随便便就能罗列出几百条大罪的刘天侯，索性没去搭理，直接将公孙婉放出。公孙婉一出，四周数千人顿时目光凝重起来，尤其是这人群内最前方的几位如古天君一般的天尊，此刻目中的金芒很是强烈。哪怕圣皇也都被公孙婉吸引了注意力，对于刘天侯的话语当作没听见。眼看如此，刘天侯摸了摸鼻子，也不觉得尴尬，退后几步回到了人群里，看着白小纯，内心傲然。这一次弄不了你，没事，我给你攒着，早晚我要给你罗列1000条大罪。公孙婉深吸口气，神色平静地站在那里，向着圣皇欠身一拜后就不再开口，闭目不语。他身为邪皇朝天尊，出于对强者的尊重一拜，至于其他，他不会开口，也相信圣皇朝内不会强迫于他。至于那几个半神，此刻已经绝望了，站在那里，身体都在颤抖，来自四周的威压，来自天尊以及圣皇的目光，让他们的心神都差点要崩溃。许久，圣皇笑了，笑声越来越大，身体也从大椅上站了起来。他的确高兴，这份大礼是圣皇朝建立以来收到的最重的礼物。哪怕他不会斩杀公孙婉，可一个天尊必然能为圣皇朝换来更大的领地，尤其是一些在摩擦中被占据的州，借助这个机会也可换回。同时，此事也不违反他与邪皇曾经的约定，这是别人送来的，不是他圣皇主动生擒的。如此一来，邪皇就算是想要报复，也找不到圣皇朝的头上。好，好，好！圣皇笑声中，目光一闪，低头看向大殿外广场上的白小纯。巨鬼，上前听旨！巨鬼王精神一振，立刻上前几步，向着大殿内的圣皇一拜。封巨鬼为我圣皇朝第2仙域，神罗州大尊，坐镇神罗州，享一州众生香火。永恒仙域，一州之地，堪比整个通天世界。一州坐镇，册封大尊，这就代表巨鬼王在那神罗州内便是一言九鼎，决定生死一般。整个神罗州相当于巨鬼王的领地。这种赏赐符合巨鬼王的身份，更是让巨鬼王觉得心满意足。他要的也正是一个栖身之地。
一个他想法中的通天世界的根据地。此刻激动中，巨鬼王再次一拜：“谢圣皇！”起身时，巨鬼王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在这永恒大陆已经算是站住了脚跟，不再是流浪的散修，不需再时刻担心生死危机。要做的就是如之前与白小纯商量的那样，要借助圣皇朝，在永恒仙域上彻底站稳。白小纯也很是振奋，看到巨鬼王被赏赐了一个州，他琢磨着自己的功劳更大，此刻内心充满着期待，看向圣皇。白小纯，听旨。圣皇目光落在白小纯身上，微不可察的一闪，蓦然开口。白小纯气息一顿，神色也都肃然恭敬起来。他明白，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该表现的时候就要表现，这种事不丢人，好处拿到手才是重点。白小纯绝功甚伟，于通天世界更是地位尊高，名望无人能及。现册封白小纯为通天公。我圣皇朝内唯有天尊才可称王，王之下则是公，通天公当为众公之首，仅次于王。赏圣皇城内福地一座，赏天池龙鱼一条，赏宫袍、七彩宝带。圣皇淡淡开口，声音回荡中，两侧的数千权贵一个个都神色肃然。这赏赐可以说极大了，不管是通天宫还是福地，又或者是那一条龙鱼，都足以让外人震撼。还有那宫袍也是法宝，七彩宝带更是能让白小纯从此出入皇宫不被欺凌镇压。这一切无论怎么看都是丰厚无比，唯独都是虚名。实在是白小纯的身份与众不同，如巨鬼王那里，圣皇衡量之后可以让其掌控一州，可白小纯则不行，圣皇绝不会给通天世界之人半点自立的机会。他要的是融合，是让通天世界之人彻底融入到圣皇朝内来壮大自己，所以自然不会给白小纯这位魁祖半点失职。他要的只是白小纯乖乖的留在圣皇城内做一个象征就好，而等到圣皇朝彻底融合了通天世界之人后，白小纯的作用也就没了。那个时候生死都在他一念之间。实际上就算白小纯没这个投名状，只要来了，他也会给予同样的赏赐。如今白小纯绑着鬼母到来，他面上看起来开心，虽也的确有些高兴，可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表象，在他的心底也有叹息。他叹息的是如此功劳，使得身为圣皇的他也不得不考虑一下皇朝内各个权贵以及邪皇朝的感受。实在是白小纯送来的礼太大了，大到他不得不给出一些实质的奖励，所以他才册封了巨鬼王大尊之位，以及赐下一州之地。否则的话，他是绝对不会给通天世界之人丝毫的机会。等过些时间，找个由头将那巨鬼的身份撤掉就是。圣皇心中冷笑，可表面上满是温和的看着白小纯。通天宫，你出来圣皇城，可以去熟悉一番关于通天世界的事情，还有通天世界的修士们，你不用去挂念了，一切都由本皇为你做主。这一路劳累，通天宫可以去休息了，以后就在圣皇城内安心修炼，希望你能早日修为突破，晋升天尊，为我圣皇朝再添一王。听着圣皇的话语，看着四周众人那肃然的神情中藏着的冷意，白小纯岂能看不出来所谓的赏赐都是虚的？虽说在来的路上，他与巨鬼王沟通后也猜到了这个结果，可他心中实际上还是带着一丝希望。此刻来看，圣皇朝的目的与邪皇朝终究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手段不同罢了。怕是若没有这头名状，就连巨鬼王也不会有一州之地。白小纯很清楚这一切，知道这两位皇者都是一丘之貉，一个凶残，一个虚伪。白小纯微微一笑，他虽有点遗憾，可却没有失落。不管如何，圣皇有一句话说得很对，我的确要修行，让自己早日突破。白小纯深吸口气，向着圣皇抱拳一拜后，正要与巨鬼王离去，可就在这时，那位刘天侯此刻神色大变，急忙冲出高呼：圣皇陛下，万万不可让这白小纯留在圣皇城啊，不然圣皇城危矣。第1057集，勿谓言之不预。刘天侯的声音带着焦急，似心情也在这一瞬紧张到了极致，使得声音有些尖锐，在这广场上回荡开来，使得四周数千权贵一个个都皱眉。白小纯脚步一顿，刘天侯的话语让他眨了眨眼，一旁的巨鬼王则是心头一喜，看向刘天侯时满是期待。这家伙终于说了一次实话。巨鬼王期待刘天侯的话语能让圣皇改变心意，哪怕这机会很小，可若真的做到了，将白小纯外放出去，对于他和白小纯而言就是巨大的收获了。白小纯也是首次觉得这刘天侯说话不刺耳了，一样期待的看去，甚至心底都要给刘天侯加油欢呼了。圣皇虽心中不喜，可还是温和的看向那位刘天侯。刘爱卿，为何这般去说？被圣皇点名，刘天侯激动振奋，抱拳深深一拜后，声音也激昂无比，大声开口：陛下，您有所不知，这白小纯在通天世界时，我就始终留意其一切过往。此人可以说去一个地方就会祸害一个地方，荼毒众生啊。他玩了灵犀宗后，又玩了血溪宗，随后在逆河宗玩的不痛快，居然去了蛮荒，
还超人家财，夺人妻妾，在蛮荒犯下100条大罪后，这家伙又让北脉9天云雷宗几乎崩溃，怨声载道，简直是人神共愤。刘天侯一脸痛惜的开口，还没等说完，四周的那数千权贵一个个都笑了起来。这笑声中带着轻蔑，显然对于刘天侯所说的这些，虽不是不信，可也觉得太过夸张了。另外，在他们看来，白小纯的修为毕竟也是准天尊了，这种修为在通天世界那样的小地方，稍微动一下，就会成为那些弱者心惊的天地轰鸣。可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圣皇朝的京城，圣皇城。在这里有天尊，更有圣皇坐镇。那白小纯的本事，就算再大，于此地也要老老实实的，翻不起大浪来。圣皇哑然一笑，他的想法与众人相似。在他看来，把一只猴子扔在一小片没有什么野兽的小树林里，这猴子的确可以称霸了。但若是扔在了一群狮虎之中，猴子终究也只是猴子而已。此刻一摆手，打断了刘天侯的话语后，圣皇起身，准备结束这一次的朝会。巨鬼王失落不已，白小纯也有些遗憾，可眼珠一转，他实际上也担心自己的祸害能力，往往无意中就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此刻既然被留在了圣皇城内，他琢磨着自己应该弄点稳妥的保障才好。于是赶紧快走几步，在圣皇要离开前高呼一声：“陛下留步！”圣皇脚步一顿，转头看向白小纯，四周其他权贵也都看了过去。陛下，这刘勇所说的确是事实啊，我也怕，担心无意中触犯了圣皇朝律法，不知我这个通天宫触犯了什么法规才会被处罚？白小纯小心翼翼地问道。圣皇目光一闪，看了看白小纯，又看了看刘天侯，眯起了眼睛。他隐隐觉得这二人有问题，彼此这么一呼应，分明是要为白小纯离开圣皇城找理由。身为公侯，又立有大功，除叛国之外，皆可抵消。圣皇淡淡开口，内心冷笑，暗道：这么好的一个招牌，奇货可居，只要立在这里，就可源源不绝引来通天世界之人，自己岂能让他离开？得到了圣皇的答复，白小纯内心喜悦，可表面上却是愁眉苦脸，叹了口气，与巨鬼王离开皇宫。眼看四周众人都一一离去，圣皇也都走了，刘天侯捶胸顿足，只觉得这一次圣皇是引狼入室，他隐隐的似看到了未来的圣皇城生灵涂炭，最终敲锣打鼓的送走瘟神白小纯的一幕。勿谓言之不预啊！刘天侯悲天悯人的长叹一声。随着朝会的结束，圣皇给予的赏赐在白小纯还没等走出皇宫时就已经准备好了，被皇宫内之前在大殿前站着的双手互插袖口的老者送了过来。一枚玉简作为开启福地之用，一条彩带拿在身上，从此进出皇宫，那存在于皇宫的世界至宝的器灵不会再产生威压阻挡。除了这两样，还有一套宫袍，材质特殊，散出法宝的气息。最后的则是一条龙鱼，这龙鱼足有1丈多长，还是活的，虽被束缚了身躯，可依旧在扭动，口中还有利齿，目中带着凶残。白小纯看着这几样东西，叹了口气，这圣皇也太抠了赏赐衣袍，洞府彩带也就罢了，赏我一条鱼竿什么？白小纯摇头，拿着玉简找到了自己的福地。这福地在一片荷叶上，荷叶中的建筑不少，福地所在处于中心区域，虽如此，可却并不吵闹。说是福地，实际上也就是一座府邸，不过其内天地灵力浓郁，范围又足够，里面假山也好，阁楼也罢，都很是气派。看着府邸，白小纯还算满意，虽觉得有些空，可他在这里什么都不熟悉，也就没那么多的要求。此刻盘膝坐下，感受此地的天地灵气时，巨鬼王也在看了看后外出离去。他与白小纯不一样，如在小县城内，白小纯从头到尾都不熟悉什么人，虽是因那个时候白小纯消沉的关系，可巨鬼王去了没多久，几乎都认识了。从这里也能看出巨鬼王在这方面的本事，徐宝才都要甘拜下风。此刻在这里，巨鬼王也有这个打算，准备在去神罗州前尽可能的打探一些消息。很快的，月色降临，白小纯坐在院子里，从入定中睁开眼，抬头看着天空，看着四周陌生的建筑。他知道自己在这永恒仙域上，直至此刻才算是真正的迈出了第一步。感慨中，白小纯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李叔铁蛋灵犀老祖、宋君婉红尘女、神算子徐宝才、白小纯男中。那些面孔与名字在他脑海纷纷浮现出来。许久之后，他轻声喃喃：“还有杜灵飞。”白小纯不确定杜灵飞是否还活着，可通天道人临死前曾喊出的那句话，始终在他脑海回荡。只是随着世界的崩溃，茫茫仙域，无尽人海里，他已经找不到了。接下来就是要努力修炼，争取早日突破，成为天尊。修炼的话，需要丹药，需要天地灵气，看来要了解一下这永恒仙域内的修行资源了。许久，白小纯深吸口气，将这些思绪埋在心底后，他的目中露出期待与执着。时间不久，当天色越发昏暗时，巨鬼王回来了，他的目中带着兴奋，看到白小纯第一句话就是：“
鱼呢？那条龙鱼呢？白小纯诧异，将那条已经奄奄一息的龙鱼取出，扔在了一旁时，被巨鬼王视若珍宝的绕着看了好几圈。小纯，这条鱼可不一般啊！圣皇这一次算是真的出血了呀！它叫做天龙鱼。这天龙鱼生长在天池内，喝着天池水，吸收天地灵气，又吃着无数天材地宝长大，是圣皇的私人之物啊！每一条天龙鱼都可以让天尊以下的修士在吃了后修为增加，堪比仙丹。仙丹！白小纯眼睛一亮，他之前正发愁修炼所需的灵气，此刻看着那条鱼，立刻就与巨鬼王一起将这条鱼直接就给烤了。随着香气飘散，看着被烤成金黄色的天龙鱼，白小纯与巨鬼王顿时咽了下口水，你一口我一口的，很快就将这条鱼吃了。味道不错，有种灵尾鸡的感觉。白小纯舔着嘴唇，这天龙鱼的确在味道上让白小纯觉得十分完美。第1058集，吃了呀！白小纯忍不住回想起了当年的灵尾鸡，心中也有遗憾，琢磨着不知道这永恒大陆上是否也有类似的灵鸡。一旁的巨鬼王吧唧吧唧嘴，拿着一根鱼骨看了看后，扔在嘴里嘎巴嘎巴几声，就连骨头也都吃了后，正要开口，可突然身体一震，一股热气竟直接在其体内爆发，使得他四周顿时升起白雾。果然是鲜鱼！巨鬼王惊喜，立刻盘膝坐下，开始吐纳。眼看巨鬼王吃下后有效，白小纯等了半天，有些傻眼。他发现自己体内居然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不对啊，怎么巨鬼王有效，我就没效？白小纯狐疑地看了看地面上那些吃剩的骨头，索性上前也抓起几根，放在嘴里咬碎咽了下去，直至一根根骨头都被白小纯吃了后，他终于感受到了体内有一股热气腾然而起。惊喜中，白小纯立刻闭目，感受这股热气在体内不断的爆发下，最终化作了大浪，在体内轰鸣游走，竟推动他的长生卷功法不断的精进起来。这就让白小纯激动了，压下振奋之意，全身心的沉浸在体内修为的攀升中。时间流逝，在这福地的院子里，白小纯与巨鬼王的打坐持续了足有3个时辰。3个时辰后，巨鬼王第一个苏醒，仰天大笑，他的目中金芒闪耀，他的心中更有喜悦。他清晰地察觉到，仅仅是这3个时辰，自己的修为距离半神后期又接近了不少。可惜只有一条，如能每天都吃，我一定能到半神大圆满。巨鬼王正遗憾时，白小纯也缓缓睁开了眼，在双目开合的瞬间，他的目中有金芒璀璨而起。此番修炼，他精进的程度虽不如巨鬼王幅度那么大，可毕竟白小纯的底子太厚，如今哪怕只是增加了一丝，也依旧让他激动起来。他明白，想要修为突破成为天尊，必须要长生卷大圆满才可。可他现在的长生卷与大圆满还有一些距离，且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长生卷与不死卷不同，不是自己修来，而是被灌顶注入。虽白小纯从其内的神通中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长生灯，可实际上对于如何修炼还是有些懵懂。要知道，自从被守灵人灌顶后，来到永恒仙域，白小纯的修为虽有所增长，但总体上算是停滞不前。虽与他的心态有关，可到了他这个境界，原本在修为上就已经是寸步难行，再加上这本就不是他自己修来的长生卷，这一切就仿佛形成了桎梏，化作了瓶颈。就算是有足够的天地之力，哪怕是在这圣皇城内浓郁的灵气滋养下，白小纯估摸了下，自己在这摸索与瓶颈下，至少也需10年的时间修炼，才能比得上之前那大半条天龙鱼带来的攀升。这么下去，他自己都不知道需要多久才可以修为突破半神，踏入大成的天尊境界。原本按照白小纯的打算，是准备了解一下永恒仙域的灵丹妙药，琢磨着自己炼制一些，好让修炼提速。可现在，他看着地面上所剩不多的一些鱼骨头，仿佛面前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一条鱼相当于15年修炼。白小纯心头热切，双目就仿佛是饿了多年的耗子，在看到了粮食后露出了绿光。若有足够的鱼冲破这瓶颈，轻而易举，而我借此攀升突破修为，踏入天尊，也将指日可待。想到这里，白小纯更激动了。先不说成为天尊后寿元生机的爆发，又或者是道种在，就可被太古复活的类似长生的奇异，仅仅是在这陌生的世界里，想要生存下去的，想要走向巅峰的渴望，就足以让白小纯此刻满脑子都是天龙鱼了。我要吃鱼！白小纯目光一扫，落在那些地面上残留的鱼骨头时，一晃之下就立刻抓去。可巨鬼王如今也已然意识到了这天龙鱼的妙用，明白就算是骨头也都是好东西。眼看白小纯去抢，他大吼一声，整个人竟扑了过去，争夺鱼骨头。巨鬼王，这是圣皇赏赐给我的，你别和我抢！白小纯一瞪眼，滚蛋！老子是你岳父，就当你孝敬我了。那是我吃剩的，每一个我都舔过。白小纯怒了，用出杀手锏。你之前吃的还是老夫舔过的呢，没事，咱爷俩不嫌弃。巨鬼王不甘示弱，直接冲着地面上那些鱼骨头吐了一大口口水。也不知巨鬼王是不是修炼过类似的神通，这一口唾沫竟好似倾盆一般，
直接覆盖了一地。白小纯有些傻眼，整个人都懵了。眼看巨鬼王竟如此卑鄙，他言辞虽犀利，可若论脸皮厚的程度，还是有些比不过这老奸巨猾的巨鬼王。尤其是白小纯心底也觉得诧异，这巨鬼王的口水怎么能吐这么多？此刻苦笑中，白小纯一迟疑，巨鬼王已经大袖一甩，将那些鱼骨头都卷在了手中，得意的看了看白小纯，又在鱼骨头上吐了几口唾沫，这才收入储物袋里。跟我斗，小子，你还太嫩了。巨鬼王哈哈一笑，心满意足。白小纯无语凝噎，长叹一声，正要开口，神色一动，看向福地外。巨鬼王也似有所察，几乎同时看了过去。不多时，福地大门外就传来了一个爽朗的声音：“通天宫，陈苏拜见。”这是白小纯来到圣皇城后第一个来拜见之人。察觉来者竟有天尊修为后，白小纯更是好奇，不便怠慢，快走几步到了门前，右手一挥，福地大门开启，露出了站在门外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这老者穿着一身蓝色长袍，看起来仙风道骨，未语先笑，冲着白小纯抱拳。白某之前还在好奇，今早竟听到喜鹊之音，知道必有贵客到来，没想到竟是陈道友，快请。白小纯脸上露出微笑，话语说得很是漂亮，此刻身上再看不到之前与巨鬼王抢鱼骨头时的狼狈。陈苏哈哈一笑，白小纯的话语他听了也觉得舒服，点头中走入福地内。巨鬼王也有些诧异，要知道二人并非圣皇朝本土之修，属于外来者，虽都有了官职，可按照他打探的消息与了解，圣皇城的那些权贵对于二人都带着轻视与疏远。可如今只是一夜过去，竟有人来拜访，尤其是来人竟是与古天君地位相同的圣皇朝四王之一的陈苏，这就让巨鬼王更吃惊了，连忙抱拳拜见。陈苏冲着巨鬼王点头，没再理会，站在院子里四下看了看后，与白小纯说着不痛不痒的寒暄之话。半晌后，他干咳一声，忽然问道：“白道友，陛下赏赐的那条天龙鱼呢？”天龙鱼？白小纯之前也在好奇，这陈苏所来何事？此刻听到对方提起天龙鱼，白小纯一怔：“是啊，就是那条天龙鱼，不知白道友能否割爱？陈某想要换取。”陈苏目中有些火热，看向白小纯，他哪怕身为天尊，家里也没有几条天龙鱼，这毕竟是圣皇的私人之物，平日里赏赐也是极少，整个圣皇朝被赏赐出去的也就那么几百条而已，且每一条都珍贵非凡，留有标记，说起是国宝也都毫不夸张，甚至在邪皇朝那里都被炒出了不可想象的天价来。毕竟这天龙鱼的血液是炼仙丹的绝品仙材，他不认为白小纯会拒绝，毕竟出来圣皇朝，对方不会如此不智的为了一条鱼得罪身为天尊的自己。那个陈道友你来晚了，那条鱼被我吃了。白小纯迟疑了一下，看着陈苏说道。听到白小纯的话，陈苏一愣，反应过来后，眼珠子都瞪了起来，似不确定的又问了一句：“你说吃了？”“吃了。”白小纯眨了眨眼，点头说道：“白道友，你当陈某是3岁孩童不成？不肯割爱可以直接说。那天龙鱼如同国宝，珍贵难以想象，哪个获得了赏赐会舍得去吃？都是圈养起来，取血饮用罢了。”陈苏立刻不悦，在他看来，这分明是托辞而已，声音也都冰冷下来，甩袖间就要离去。白小纯叹了口气，看了巨鬼王一眼，巨鬼王有些不情愿的从储物袋内拿出了那些鱼骨头。陈道友，这是鱼骨。陈苏闻言不由看了一眼。第1059集，欺人太甚。陈苏离去了，在看到那些上面沾着唾沫的鱼骨后，在感受到了上面散出的属于天龙鱼独有的气息后，陈苏整个人脑海都嗡了一下，觉得胸口有些憋闷。他身为圣皇朝天尊，这一辈子所看到的那些被赏赐了天龙鱼的权贵，每一个都如获至宝般的将国宝天龙鱼圈养起来，这还是他首次看到，居然有人将国宝天龙鱼直接给吃了。他的脑袋已经有些不够用了，呆呆的看着那些鱼骨头。半晌之后，陈苏摇头叹了口气：“暴殄天物啊！”带着说不出的滋味，陈苏失望的离开了府邸。白小纯与巨鬼王，你看着我，我看看你，都有些诧异。一条鱼，至于吗？这圣皇朝的人好奇怪。巨鬼王有些心虚，他发现自己昨夜所打探到的消息似乎并不全面。此刻干咳中，他看了看天色：“小纯啊，这里距离神罗州有些距离，我也要尽早动身了。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相见。”巨鬼王说着，也有一些感慨。二人在邪皇朝相遇，一路走到这里，回忆起来看似顺利，可实际上也有不少曲折坎坷。不过好在总算是初步的站稳了脚步，各自都有了一片自己的天空。白小纯心中也有不舍，唏嘘一番，亲自出门送巨鬼王，直至将巨鬼王送到了传送阵所在之地后，看着巨鬼王的身影消失在了阵法中，白小纯站在那里许久，这才深吸口气，转身离去。巨鬼王走了，如今这圣皇城内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尽快修炼，争取突破。白小纯目中露出坚定，走在回福地的路上，行人来来往往，凡人少见，
绝大多数都是修士，每一个都似乎从骨子里透出高傲之意，似乎对于能居住在圣皇朝的京城有种特别的骄傲。白小纯能理解这种骄傲，可却没在意。走在街头，看着四周的建筑，感受着整个圣皇城所在的天池以及脚下的庞大的荷叶对于圣皇城的奇异，白小纯心中也有自己的感慨。这圣皇城的根基就是这座大山天池了。在这感慨中，白小纯路过一处荷叶的边缘时，看到了荷叶外的天池水，也看到了在那天池内，一条天龙鱼破水而出，身上金色的鱼鳞在那阳光下很是耀眼夺目，透着说不出的美丽，又重新落入池水中，悠哉的游走。此地有不少人在看到这一幕后，虽已习惯，可还是被天龙鱼所吸引。更有几个似乎是出来京城不久的修士，神色内都有赞叹：这就是我圣皇朝如同国宝的存在——天龙鱼。这天龙鱼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灵物，如能被圣皇赏赐一条，养在家里，必定可以光宗耀祖啊！在这众人赞叹时，白小纯也顿足观望，只是与其他人的想法不同。白小纯在看到那条天龙鱼时，想到的却是被自己吃下去后化作的修为以及烤鱼的美味。他不由得舔了舔嘴唇，看着池水，凭着白小纯的修为，他能感受到在那池水里天龙鱼的数量不少。想着天龙鱼的种种奇妙之处，白小纯越发心动。正琢磨着能不能找办法捕捉一些时，人群内有出来圣皇城之人，忍不住向着身边修士问了一句：这天龙鱼既然是国宝，如此珍贵，就这么养在天池里，万一要是丢了呢？白小纯听到这里，眼睛微亮。迪欧！人群内顿时传出笑声，听着笑声，之前提出疑问的那位修士有些尴尬，脸红。他旁边一个老者，显然是长久的居住在圣皇城内，修为已是元婴，本身也有一些的威望，此刻带着得意解释一番：这天池内所有的天龙鱼都是圣皇陛下的私人之物，每一条鱼都有印记，哪个敢来我圣皇城内偷鱼？偷鱼之事绝不可能发生。若真有胆子大到了这种程度，敢来此偷鱼，他的下场必定凄惨无比。别说偷了，就算是伤害了这些天龙鱼，也都是绝不允许的。老者傲然开口，话语传遍四周，那几个出来圣皇城的修士纷纷点头。白小纯皱起眉头，觉得有些棘手。眼看四周吸引了这么多人的注意，老者更为得意，又继续传出话语。不过圣皇陛下慷慨仁慈，不愿敝帚自珍，一切讲究原法。他老人家曾有旨，想要获得天龙鱼的方法，除了是他亲自赏赐外，就只能去掉。掉！一旁有修士愣住，诧异的问道：没错，就是掉，不能用任何法力，只能如凡人钓鱼一般去掉。老者干咳一声：龙鱼有灵，他若与你有缘，愿意被你吃，就自然会咬住鱼钩，被你钓走。老者摸了摸胡子，一直远处同样是荷叶边缘的位置，隐隐可见在那里似有人打坐，拿着鱼竿一动不动。你们看那里，那是海神大尊，他老人家在那里已经钓了100多年了，一条都没钓到，这说明他还没有遇到与其有缘的龙鱼。老者介绍了不少，四周众人大都知道这些事情，神色内自豪之意很是明显。那些出来之修也都连忙告谢。很快的，众人就散去，那老者也抬着头，背着手走向远处。唯独白小纯还在荷叶边缘，看着池水内那些悠哉的天龙鱼，又看了看远处的那位钓了100多年的半神。这圣皇果然是道貌岸然啊！白小纯摸了摸下巴，琢磨了一下之前听到的话语，心底已经清晰明了。知道圣皇的旨意里，为了显示慷慨仁慈，明面上给出了可以获取龙鱼的方法，可实际上想要将鱼钓出不是不可能，但难度之大，怕是几十年能有一条被钓出就已经是幸运了。毕竟这些天龙鱼吃的都是天材地宝，以生灵智，不说成精也差不了多少。想要让他们去按照圣皇的说法，因与某个人有缘，就甘心被吃这种事，骗骗寻常的修士也就罢了。白小纯琢磨着，想来不仅仅是自己，怕是很多圣皇朝的强者都已经看出了端倪之处。如半神海辰那样的执着者很是少见，想要钓出又不能用修为，这是太难了。白小纯有些发愁，有心吃鱼也能看到这些鱼，甚至只要一抬手就可抓上来，可偏偏不能这么做。犹豫半天，白小纯觉得或许自己错怪了圣皇，索性也去买了一个鱼竿，找了个位置尝试钓鱼。试了几次，白小纯叹了口气，选择了放弃。这根本就不可能被钓出。白小纯看着那些鱼在水面下绕着自己的鱼钩，甚至目光从水面落在自己身上时，白小纯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竟感觉到了那一条条天龙鱼的目中似带着嘲讽。鱼也敢嘲笑我？白小纯顿时怒了，瞪着水面，目中露出凶残。可很快的，白小纯就身体一震，败下阵来。在比眼神这神通上，白小纯一向都是胜利者，可如今在那水面下凝聚了足有上百条天龙鱼后，在那上百道嘲讽的目光里，白小纯哭丧着脸，带着不甘心与愤愤不平，狼狈的倒退几步。欺人太甚！白小纯不甘心，但却无奈，只能扔下鱼竿，
回了洞府。数日后，邪皇朝使者到来，与圣皇商议换回公孙婉之事，最终以3州之地与圣皇朝达成一致。当白小纯知道此事时，他看着天空上渐渐远去的白骨蜥蜴战舟，还有战舟上站着的公孙婉，遥遥抱了抱拳，既是送别，也是希望对方在邪皇朝内能一切顺利。毕竟邪皇换回的既是鬼母，也非鬼母。第1060集，龙鱼也疯狂。公孙婉被换走时，圣皇朝上上下下很是振奋，无数子民修士都心情愉悦，有种扬眉吐气之感。毕竟这一次邪皇为了换走公孙婉，拿出了3州之地。虽这3州曾经本就属于圣皇朝，可在多年来的摩擦与小范围的冲突中，已经慢慢的被邪皇朝蚕食吞没。可如今却不得不将这些已占据的州再次吐出来。对于那些不知情的修士来说，此事如同两朝开战的情况下获得了一次大胜。不过在圣皇朝的权贵以及圣皇的眼中，事情并非如此。虽是3州之地，可因连年争端，使得这3州已经贫瘠无比。对于邪皇朝而言，如同鸡肋。而圣皇朝也需要这种聊胜于无的3州来振奋人心，同时也明白不可逼迫过深，否则的话就会导致邪皇不惜复活鬼母，来放弃这一次的交易。同时，因这种放弃是源于圣皇朝的贪心，邪皇那里也就可以对其麾下其他天尊有所交代，不会冷了人心。所以这中间的分寸与把握很是关键，最终谈成这么一个结果，双方都可接受，也算化解了此事。不过这一切与白小纯已经没关系了，从始至终皇朝双方都没有提白小纯一个字，似乎邪皇朝忘记了一样，而圣皇朝也是如此。在这双方的共同利益下，白小纯在这件事里的作用虽无法被掩盖，可也尽最大的可能去淡化了。白小纯也没在意，他此刻正愁眉苦脸地坐在福地内，目中有些血丝，脑海转动中升起无数思绪，每一道思绪都与天龙鱼有关。他也不想总惦记着天龙鱼，实在是这几天白小纯在圣皇城的打探与了解下，他发现这里的炼丹与通天世界方向一样，但结构却南辕北辙，完全不同，且耗费也极大。尤其是上升到了半神可用的高度，不但稀少，价格更是夸张。白小纯初来乍到，口袋不说干瘪，也差不了多少。虽有药草，可却没太多丹方，凭空创造消耗惊人，除非是想办法赚取灵石，否则的话，他恐怕是最穷的公侯了。最省钱的就是天龙鱼。白小纯红着眼，抬头看向天池水的方向，此刻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修炼之路，再无其他办法后，白小纯狠狠地一咬牙：我就不信了，那些鱼竟敢鄙视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白小纯起身一晃，拿着鱼竿再次去了荷叶边缘。这一次他换了另外的位置，直至又过去了数日，白小纯长叹一声，不得不放弃了钓鱼。他算是发现了，这里的鱼的确都成精了，任凭他在什么位置去钓，看到的都是那些天龙鱼在鱼沟附近游走后鄙视嘲讽的眼神。连续好几天承受着超过数千条的天龙鱼的嘲讽，白小纯只觉得天地都有些漆黑。而他钓鱼的消息也在被人看到后于圣皇城权贵之间传开。通天宫居然在钓鱼，果然是外来的野蛮子。当日朝堂上看他言辞，还以为是个什么厉害的角色，如今一看，不过是个愚笨之人而已，竟看不透这是圣皇的策略。他若是能钓上来，老夫从此跟他一个姓。看来我圣皇城的荷叶上，从此又要多一个如海辰大尊那样的执着之人了。嘲笑之声在圣皇城的权贵之间扩散，没有善意，有的只是讥讽。他们本就瞧不起通天世界之人，对于白小纯这里的态度，与古天君当时面对白小纯时，也都差不多。在他们的想法里，通天世界之人只不过是附庸的存在罢了，是圣皇朝可怜他们才收留而已。圣皇也自然知道了白小纯钓鱼的事情，摇头一笑。也好，这通天宫能安心钓鱼，倒也免了本皇之后的一些手段。整个圣皇城内，唯独刘勇那里，在听说了此事后，大吃一惊，神色巨变，急匆匆的就再次上奏，言辞里悲呼，若让白小纯继续钓下去，怕是整个天池的天龙鱼都将遭殃。只是他的言辞，因本身也是通天世界之人，故而没人去理会，即便是圣皇看了后，也都扔在了一边，认为是危言耸听罢了。就在这无论是天池内的天龙鱼，还是天池外的满朝权贵，都以讥讽的目光看向白小纯时，白小纯的耐心终于被耗得干干净净。你奶奶的，老子不钓了！白小纯怒了，盯着池水内那些晃动尾巴中时而回头鄙视自己的天龙鱼，嘴角慢慢露出狞笑，神识散开，趁着没人注意，他立刻从储物袋内取出一枚致幻丹，扔到了天池中。这致幻丹入水即化，无色无味，更是难以被人察觉，瞬间就扩散开来，被那些天龙鱼吃入口中。看着那些天龙鱼，白小纯哼了一声，转身离去。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时常走在荷叶边缘，趁着没人注意时，就裤腿一松，一枚致幻丹顺着裤管就落入池水内。为了不引人注意，白小纯每天不多扔，
最多也就是3-2枚而已，少的时候只有1枚。他懂得循序渐进，保持耐心，在不同的地方连续扔置换丹半个多月的时间，慢慢的，从一开始没有多少天龙鱼对这置换丹有反应，逐渐的开始有不少天龙鱼，每天的游走似乎急促了一些，直至最后，每次白小纯的丹药一入池水，就有不少天龙鱼立刻赶来，大口的吞着蕴含了置换丹的池水。好在这些天龙鱼平日里在有人钓鱼时，也都喜欢聚集在一起，齐齐比试。而白小纯又找一些偏僻的地方，本身也足够谨慎，倒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而为了更稳妥，白小纯索性装着钓鱼的样子，以此来掩盖天龙鱼的聚集。每次他看着那些天龙鱼大口吞着池水的模样，白小纯都心中得意无比。区区天龙鱼，让你们知道白爷的厉害！这置换丹，人吃了都上瘾，我就不信你们不上瘾。白小纯心底傲然，对于置换丹有很强的信心。他相信这些鱼在连续半个月吞了含有置换丹的池水后，对于置换丹的依赖必然会逐渐加强。算了算时间，白小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再向天池中扔入置换丹，他要让这些天龙鱼的瘾头发作。直至有一天，他在走过荷叶边缘时，看到那里居然围着不少人，更传出惊呼：天啊，这天龙鱼也太聪明了！你们看，它居然在学着钓鱼！白小纯赶紧靠近，立刻看到有一条天龙鱼居然在水面下，口中叼着一根海草，似学着修饰去钓其他鱼时，白小纯精神一振，知道火候到了。于是他带着期待，兴致勃勃地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沾染了一些置换丹气息的鱼钩，扫过四周后，发现那位海神大尊所在的地方区域很大，又安静，又适合钓鱼，于是跑了过去，坐在这位海神大尊的不远处，正要将钓钩甩下去。海神大尊皱起眉头，他认得白小纯，知道对方是通天宫，可一来他对通天世界的观感与众人一样，二来这里是他钓鱼的地方，100多年了都是如此，这通天宫不请自来，让他觉得不悦。尤其是看到白小纯的鱼竿只是最普通的那种，远不如自己的鱼竿软玉打造，韧性极大的同时也蕴含灵气，再加上白小纯此刻因期待给人的感觉自然有些毛躁，这就让海神大尊更是不喜。作为老资格的，甚至与古天君一个时代的半神强者，甚至对于早年的陈苏更有指点之恩，他在圣皇朝内资历极深，此刻眼皮一抬，淡淡开口：见过通天宫。通天宫钓鱼不可骄躁，须知得之无幸，失之无命，如此心悟，才能心平气和，自然也就心神有天地，天地那万物，万物有灵，与众生共鸣的同时，方可被天龙鱼所感应，从而主动归来，结下一生之缘，这就是人生。世人都说老夫在钓鱼，可实际上老夫是在思索人生，而你如此心性，莫要在此浪费时间了。海神大尊缓缓开口，一股出尘的气息从其身上隐隐散出。白小纯一愣，觉得这老头说的太玄奥了，自己没听懂，可还是觉得对方在钓鱼上似乎很厉害的样子，于是点了点头后，随手把鱼钩扔到了天池里，开始钓鱼。海神大尊眼看白小纯竟还选择钓鱼，心底更不悦的同时，目中带着轻蔑：你话没说话，水花轻响。第1061集，天龙鱼，跟我走。就在海神大尊目露轻蔑的瞬间，就在白小纯的鱼钩甩入天池内的刹那，几乎是刚刚沉下水面，突然的，随着水花轻响，池水里就有一条足有1丈多长的天龙鱼，直接就一口咬住鱼钩，那鱼嘴咬得太狠了，似生怕鱼钩脱了一样，直接就吞到了肚子里。在白小纯的惊喜中，他起身用力一拽，顿时这1丈多长的天龙鱼就随着鱼线被抛起，拉出水面后，掀起大量的水珠，其身上的金色鱼鳞在那阳光下璀璨无边，四周的水珠同样五彩斑斓，使得此地的一切顿时就引起了远处不少人的注意时，这条天龙鱼也顺利的被白小纯一把抓住。只见他此时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的将刚钓到的天龙鱼收入储物袋内，一切都太快了，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目瞪口呆的同时，海神大尊的脑海也都嗡鸣起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抬手用力的揉了揉后，看着地面上被掀起的池水，看着白小纯那振奋的模样，老头吸了口气，顿时傻眼。咦，你方才要说什么来着？白小纯此刻心情振奋，只觉得自己实在是个天才，这些天龙鱼竟敢鄙视自己，如今小小手段就立刻让这天池龙鱼乖乖就范。兴奋中，他想到之前身边的这个似乎在钓鱼上很厉害的老头，最后一句话只说了一个字，于是好奇地问道：我海神大尊心脏加速跳动，此刻脑海游资嗡鸣不断，连连深吸几口气后才勉强恢复过来。听到了白小纯的话语后，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干笑几声。那个通天宫运气不错。说着，这老头连忙将自己的鱼钩也飞速地扔向水面，所扔的地方与方才白小纯的鱼钩在同一个位置，丝毫不差。他心中更是紧张，看着水面下此刻有不少天龙鱼来临，一条条似有些焦躁，看都不看他的鱼钩。白小纯听着面前老头的话语，内心颇为得意，咳嗽一声后，
将鱼钩再次甩向池中，所甩的位置与老头的鱼钩不同，这一次他是甩在了海神大尊面前的池水里。几乎在白小纯鱼钩落下的瞬间，老头眼珠子立刻看了过去，呼吸也都微微急促。可紧接着，他的眼睛就猛地睁大，他看到池水内的天龙鱼一个个如同发狂般，瞬间直奔鱼钩而去，就连池水也都被掀起波浪。这些天龙鱼似争先恐后的爆发出了全部力气，眨眼的功夫，就有一条强壮的天龙鱼一口咬住了鱼钩。仔细一看，其目中似乎还有激动。这一幕让海神大尊整个人好似天雷轰顶，手中的鱼竿都差点拿不住，整个人都跳了起来，失声惊呼：“不可能！”他这一辈子也都没有如今天这样觉得天崩地裂，实在是眼前所看的这一切超出了他的想象，颠覆了他的心神。他坐在这里100多年了，不是没看到过天龙鱼被人钓出，可每次看到的都是那些天龙鱼似乎在挑三拣四后，如同施舍一般的懒洋洋的咬住钩。与其说是钓鱼，不如说是天龙鱼想要换个家，换个鱼奴。可今天他看到的这一切，让海神大尊心神都天翻地覆。这哪里是在钓鱼，这分明是那些鱼在讨好白小纯一样，生怕咬不到鱼钩。海神大尊失魂落魄，指着池水，看着白小纯，张开口想要说些什么，可却一句话也都说不出来。这一刻，远处的那些之前注意到此地之人也都纷纷骇然，一个个心神同样震动。嗖嗖声下，很快的，这四周就围绕了数十人，哗然之声也在这一瞬爆发开来。居然真有人钓上了天龙鱼！天啊，不是一条，是连续钓出2条，这什么运气啊？这也太逆天了！不是运气，这是与天龙鱼有缘啊！四周众人的嘈杂声极大，换了其他时候，必定会让池水内的天龙鱼觉得吵闹而散开。可今天，池水内的天龙鱼不但没有少，甚至有眼尖的人失声惊叫起来：“你们看那里天啊，这么多的天龙鱼，怎么都过来了？”随着他话语的传出，四周众人纷纷抬头，顿时他们就被眼前池水内的景象所彻底震撼。只见这天池水面波澜起伏，水面下一条条天龙鱼，一个个如同红了眼，疯狂地从四面八方冲来。一扫之下，这水下的天龙鱼怕是足有数千条之多，形成的壮观一幕，让所有看到之人都不断的吸气。至于海神大尊，如今已经彻底发懵，看着水面，又看着正在将那第2条天龙鱼收入储物袋的白小纯，他只觉得今天的这一切都充满了诡异与匪夷所思。白小纯也有些心惊，看着池水里那些似有些疯狂的天龙鱼，他意识到致幻丹的作用或许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大一些。尤其是他之前天天扔丹药，突然几天不扔，就如同上瘾之后一下子断了来源，怕是这些天龙鱼一个个好似饥饿了好久，今天突然有了那沾染了一些致幻丹气息的鱼钩，自然就抓狂了。这是闹得有点大了呀！白小纯有些紧张，可一想致幻丹无色无味，早就被那些龙鱼吸收，就算是查看也查不出什么端倪。毕竟通天世界的丹药与永恒仙玉虽方向一样，可内在的结构却完全不同。最主要的是白小纯舍不得这些一条条与自己有缘，恨不能直接跳到自己肚子里的天龙鱼，于是白小纯一咬牙，第3次将鱼钩向着水池甩去。这一刻，四周的所有目光刹那间都紧追着鱼钩看去，海神大尊更是呼吸都停滞了，目不转睛地望着白小纯的鱼钩。比之前2次还要夸张的一幕，刹那间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中，引起的惊诧之声瞬间好似置身闹市般，海神大尊更是好似被天雷连连轰击，噔噔噔的连续倒退数步，看向白小纯时如见了鬼。只见那鱼钩在白小纯第3次甩出时，居然还没等落入水面，就有数十条龙鱼竟主动的从水面下冲了出来。在那水花的大量飞溅中，这数十条龙鱼在半空中一个个相互尾巴狂甩，似用了全力要去将对手拍开，如真正的打架一样，争先恐后的要去抢夺鱼钩。甚至在水面下，此刻还有更多的龙鱼也都破开水面。这一幕惊人的程度已经骇人听闻了。好在终于有一条龙鱼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得意无比，又有激动的一口咬住鱼钩，任由白小纯将其钓上来，也都不松口。费了好半晌，白小纯才将鱼钩取出。经过这条天龙鱼的折腾，鱼钩上的致幻丹的气息也早就消散得干干净净了，否则的话，估计这条龙鱼还不会松口。四周众人在短暂的沉默后，喧嚷之声比之前更为强烈的爆发出来。这是在钓鱼？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与天龙鱼有缘之人，这里面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声音如浪传遍四方时，白小纯心虚，尤其是看到海神大尊那里似被刺激的太深，整个人都有些魔怔了。他赶紧将那条天龙鱼收走后，遗憾的打算结束这一次的钓鱼。他们竟为了咬钩打起来了。海神大尊傻傻的看着白小纯，又看了看自己此刻仍在水面下无鱼问津的名贵鱼钩，他觉得自己这100多年的钓鱼与白小纯的钓鱼不是在同一个天池。此刻眼看白小纯要走，海神大尊呼吸顿时无比急促，猛地跳起来了，直接拦住白小纯的去路。在白小纯心惊警惕时，
海神大尊双目赤红，盯着白小纯手中的鱼竿。白道友，你这鱼竿卖不卖？第1062集，出大事了啊！白小纯怔了一下，看了看面前双目赤红、隐隐有些狰狞的海神大尊，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鱼竿，立刻就明白，这海神大尊是看出了端倪，认为自己之所以能钓上天龙鱼，这一切都因为这鱼竿特殊。不愧是在钓鱼上很厉害的半神，能在这里钓鱼100多年，眼力实在是很辣啊！白小纯很是感慨，的确，他能钓鱼的重点就是这鱼钩上的致幻丹气息。白道友，你开个价，这鱼钩老夫很想要。海神大尊深吸口气，此刻勉强平静下来，眼看白小纯犹豫，他有些着急了。若是换了其他人，他早就开抢了，可白小纯身为通天宫，无论是官职还是修为，都比自己高，这2点他虽不在意，可他还是要顾忌白小纯通天世界之主的身份。如此一来，就没法强迫，只能心甘情愿的买卖。而此刻四周的众人也都纷纷在听到海神大尊的话语后，思绪被转到了鱼竿上，越想越是觉得鱼竿有问题，渐渐的目中纷纷露出火热。只是顾忌海神大尊的身份，他们心中都犹豫起来，但也有一些修士眼看如此，立刻就拿出玉简，快速传音，将此事告诉给背后的家族权贵。白道友，你出来我圣皇城，手中一定不算宽裕，这样老夫出100万金石，买下你这一套鱼竿可好？海神大尊急忙说道，他也担心拖延下去，被其他人听说后，估计也会来抢买，那个时候想要顺利拿下这鱼竿就难了。这个白小纯犹豫了一下，他不是不想卖，实在是他知道这鱼竿已经失效了，若被人买走，根本就钓不出天龙鱼，若是卖了，那就太坑人了。白小纯觉得自己是个好人，这种明着坑人的事情，他做起来总觉得有些不自在。海神大尊，这鱼竿你就算买走了也没用的。白小纯叹了口气，最终还是决定自己不坑这老头了。此刻话语一出，海神大尊立刻急了，正要开口，可却被白小纯抬手拦住。白小纯想了想，身上露出一股飘逸之感，悠悠开口：海神大尊，钓鱼不可焦躁，须知得之无幸，失之无命，如此心悟，才能心平气和，自然也就心神有天地，天地那万物，万物有灵，与众生共鸣的同时，方可被天龙鱼所感应，从而主动归来，结下一生之缘，这就是人生。你看我刚才是在钓鱼，可实际上白某是在思索人生。那些鱼儿之所以到来，不是因为鱼钩，而是因为他们想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白小纯一只手拿着鱼竿，一只手放在身后，一副感慨的模样。随着话语的回荡，四周听到之人都愣了一下。海神大尊的脸色顿时黑了，这番话语是他刚刚在白小纯钓鱼前卖弄般说出口的，此刻听到耳中，只觉得眼前这白小纯可恶到了极致。而白小纯越是这样拒绝，他就越是坚定。再给你加30粒神杖丹。海神大尊咬牙开口，他实在是对这鱼竿势在必得，哪怕只能钓上几条，他也觉得值了。海神大尊，你买走这鱼竿真的没用，你又何必为难我呢？白小纯很是头痛。少废话，就算是没用，老夫也要买，再给你加10粒仙虚丹。一句话，卖不卖？海神大尊眼睛更红，死死地盯着白小纯。你要想清楚，老夫在圣皇朝资历极高，陈苏看到老夫也要叫一声师尊。这句话明显是有些威胁了，若是换了其他时候，海晨不会如此，可如今他是真的急了。白小纯一听这威胁，眼睛就瞪了起来。老头，你买了这鱼竿后如果没用，你可别来找我，大家都给我做个见证啊！白小纯内心冷哼，大声开口。他这么一喊，海晨大尊也迟疑了一下，可注意到白小纯那边似在看到自己犹豫时，目中露出的一丝得意，他顿时咬牙：没问题。这些交换的灵石与丹药，虽对于寻常半神来说极为夸张，说是半生财富也都差不了多少，可对海晨大尊而言，虽不是什么9牛1毛，但也无伤大雅。他立刻就拿出储物袋，将交换之物放好后，扔给了白小纯。白小纯检查一番，确定无误，深深地看了海晨大尊一眼，将鱼竿递了过去，袖子一甩，走出人群，回了福地。池水旁，海晨大尊拿着鱼竿，内心火热，匆匆到了之前白小纯所在的位置，迟疑了一下后，没有去掉，而是转身就走。四周众人都在观望，眼看海晨大尊走了，纷纷着急，但也无奈，只能渐渐散了。在这圣皇城转了一圈后，海晨大尊到了一处没人的角落，开始暗中钓鱼尝试。看着鱼钩沉入了池水内，里面的天龙鱼刚开始还靠近一下，可很快的就直接无视后，海晨大尊面无表情的将鱼竿收起，目光一闪，真以为老夫傻了不成？那些钱财不算什么，这鱼竿哪怕不再有效，可这上面必定有问题，短时间研究不出来，可早晚必能找到端倪之处。海晨大尊目光在鱼竿上扫过后，最终目光落在了鱼钩上，拿在面前，仔细的看了看后，又闻了闻，看似寻常，必有其意。况且那么多人都看到
这鱼竿能钓上3条天龙鱼，又没人看到这鱼竿第4次使用，那么只要稍微的增加一些渲染，卖出天价，作为收藏也并非不可能。随着海神大尊的离去，随着众人的散开，因此事太过传奇，很快的就在圣皇城内传开，满朝权贵都无比诧异，尤其是听说鱼竿被海神大尊买走后，一个个立刻就想到了关键所在。就连圣皇也都听说了此事。相比于其他人，他对于自己养的那些天龙鱼更为了解，知道所谓的有缘或许真的存在，可也很难一连3条都投缘。诧异中，圣皇目光一闪，太古修为的神识顿时散开，融入天池中，在那一条条天龙鱼身上扫过后，没有看出此地有丝毫的法术波动，甚至他一声令下，海神大尊拿走的鱼竿也被送到了他的面前，仔细的查看后，一样毫无端倪。这就让圣皇也都疑惑了，只是少了3条天龙鱼，圣皇想了想后，也就没有太去在意。他此刻修炼一种道法，到了关键时刻，无暇分心，于是走入密室，开始闭关修炼。一夜无话，白小纯在这一夜中有些忐忑，可直至到了天亮，也都没人来找自己。白小纯眼睛顿时就亮了，居然没事。白小纯哈哈一笑，舔着嘴唇，先是将那3条天龙鱼一条烤着吃掉，一条炖着吃掉，一条索性切成薄片涮着吃掉。吐纳修炼后，已是黄昏。他睁开眼睛时，目中带着光芒，兴致勃勃地拿着一把寻常的鱼竿，找了个地方后就开始钓鱼。这一天，白小纯一口气钓了20多条，围观之人个个在呆若木鸡后，掀起哗然无尽。第3天，白小纯发现竟还没人来阻止自己，于是一咬牙，竟一口气钓了100多条，满朝权贵轰动，纷纷观望。可圣皇在闭关。随后第4天、第5天，白小纯胆子越来越大，钓的天龙鱼越来越多，从开始的100多条变成了每天600、700条。天啊，要出大事！这白小纯已经钓了几千条了，整个天池也就2万多条啊！这是挖圣皇的墙角啊，都快要挖空了。这种钓鱼的速度，如同风暴，在整个圣皇朝滔天爆发。在持续了半个月的时间，这风暴越来越强烈，直至惊天动地。圣皇朝满朝文武已经骇然到了极致，甚至几个天尊都吸气震撼。可白小纯身份敏感，他们又找不出端倪，无法阻止，只能硬着头皮，哪怕圣皇闭关，也都强行拜见。在这风暴中，只有那位刘天侯捶胸顿足，长叹一声：“吾谓言之不预也。”第1063集，陛下您的鱼，在外人眼里，这场天龙鱼的风暴于圣皇城内惊天而起，只是在掀起风暴的那些人心中，却都一个个暗喜的同时，指责白小纯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圣皇朝皇宫内最深处，那里有一处水潭，四周假山林立，天地灵气浓郁的程度，可算整个圣皇朝之巅。此地还有无形禁制弥漫，以及至宝之力笼罩。若能仔细去感受，还可以看出这水潭似于整个天池以及圣皇城所在的大山连为一体，那种磅礴之感，足以让人在靠近时心神轰鸣。可以说这里的防护程度，放眼整个永恒世界，也都是数1数2。就算是邪皇亲临，在这里也都要受到一些限制。古天君内心冷笑，再前头也不回。很快的，3人就出现在了圣皇城的皇宫外。刚一靠近，一股惊人的威压就从这皇宫本身爆发出来，形成的冲击顿时就将白小纯与巨鬼王阻挡。这冲击没有杀伤力，但其内透出的恐怖气息，仿佛可以将白小纯一瞬碾压般。白小纯神色一变，他立刻就在这气息内感受到了一股如同寒门老祖般的气灵之感。世界之宝白